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这本书叫《扔掉脑中的垃圾》，大脑将瞬间觉醒，适合那些感觉头脑里一团乱麻，想要改变但不知从何下手的人。你是否常常感到头脑里一片混乱，被情绪左右而感到烦恼，或者过于在意别人的事情而感到烦躁？这些烦恼正是作者所称的头脑中的垃圾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详细解释了如何清理这些垃圾，使你的头脑清爽起来，从而改善生活。一旦你能够摆脱这些头脑中的垃圾，你就会发现思考更加清晰，生活也变得更美好。即使面对讨厌的老板，即使薪水不高，你也不会再感到烦躁和困扰。你的头脑将时刻保持清醒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扔掉头脑中的垃圾呢？本视频将按照以下顺序解释：首先是扔掉情绪的垃圾，接着是扔掉自我的垃圾，最后是扔掉恐惧的垃圾。请继续收看，期待你能从中受益。咱们先聊聊这本书的第一部分，叫做扔掉情绪的垃圾。你有没有经历过想要振作起来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？也许你尝试过各种方法，比如喝咖啡、能量饮料，或者去刷手机等，但是这本书认为这些方法并不是最佳选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们只是暂时缓解问题的表面，就像你喝了杯咖啡能短暂提神，但过一会儿你可能会再次感到疲倦。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真正有效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，而不是简单的应对症状。而这个问题的源头，就是要彻底清理头脑中的垃圾。一旦你清理掉头脑中的垃圾，即使没有外部的强制动力，你也能够充满活力的行动。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情绪垃圾。人类的情绪是由大脑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控制的，这个杏仁核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早期就拥有的，相当于我们大脑的一个古老部分。而另一方面，掌控逻辑思考和理性的是前额叶，是相对较新的大脑。那么，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人，实际上是被大脑里古老的部分掌控的。如果从进化的角度来看，与其说是人类，不如说更接近大猩猩或猿猴的状态。情绪并不是人类特有的代码，而只是一种生理反应，比如出汗。有人因此而陷入困境吗？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生理反应，但是尽管是相同的生理反应，对于情绪却没有这种感觉。举例来说，容易被愤怒、焦虑、生气等情绪影响而感到烦恼，而出汗这种生理反应却没有这种困扰。为什么对于情绪产生的生理反应就不会有同样的理解呢？这是因为对于生理反应，我们都知道无法避免，而对于情绪却并非如此，导致我们更容易被情绪左右。为了不被情绪所支配，这里我们需要提高一下抽象度，也就是提高对事物的看法的高度。比如说，当你只关注自己的时候，你的抽象度就比较低。如果你能提高抽象度，从整个部门、团队的层面来看待问题，你就能更全面地理解情况。在职场遇到愤怒的时候，如果只想着自己，抽象度就低；但提高抽象度后，你会发现其他人也可能在愤怒和忍耐，这样你就能以冷静的态度去思考，明白是什么导致了情绪的产生。接下来，我们要继续提高抽象度，成为部门中的你。在这个部门里，可能有比你更困难的人。你可以这样思考：如果你是公司高层，公司的经营状况可能很严峻，导致大家都容易感到愤怒。如果我能成为情绪的调节者，也许情况就会好转。这样的想法出现时，你就可以抑制情绪产生的困扰，也就是说，你能够扔掉情绪这种垃圾。那么，在设定目标这一块，要怎样提高抽象度，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呢？结论就是设定目标并一直为之奋斗。如果你有明确的目标，你的抽象度就会随之提高，也就是说你会更有大局观。举个例子，当你有个目标要实现时，你就不会一直打盹，即使身边的同事说些讨厌的话，你也不会被打击到。有了清晰的目标，你的视野就会变得更宽广，不再受情绪这种垃圾的影响。这意味着除了与目标相关的情感外，其他的都是垃圾，比如愉快、高兴，也可能变成垃圾。像愉快购物、
美味的餐食，在手机游戏中得到高稀有度的角色，这些瞬间的情绪会让人沉浸其中。但对于追求目标的人来说，他们可能成为干扰。要一直朝着目标前进，需要一些修炼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次我将分享一种摆脱情绪困扰的方法，那就是把所有的情绪都看作娱乐。情绪是我们自古代时期就拥有的东西，原本是为了维持生存而存在的。在面对恐惧或危险的事物时，情绪帮助我们回避以保护自己。然而，在现代，情绪已经不再是为了生存而必要的了。与原始时代不同，我们再也不会面临巨大的动物袭击，也没有了饥饿的担忧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情绪从绝对必要的东西演变成了不必要但却存在的东西，它变成了一种娱乐。通过接触有趣的故事，体验愉悦和快乐，这些都是娱乐的形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即便是感到愤怒、嫉妒，甚至公开表达这些情感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娱乐。将它视为一种娱乐，是为了更好地保持从过去产生的状态，即一种稳定的状态。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同质调节。同质调节是人类的基本功能之一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体温。我们的体温基本上会维持在36度左右，不论外面的气温发生多大变化。这种同质调节对人类稳定生活非常有帮助。为了舍弃过去的自己，同质调节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。原因在于它维持了当前状态的功能。昨天你认为重要的东西，今天同样被判断为重要。这就是同质调节在头脑中的作用。然而，问题在于，昨天你认为重要的事物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人灌输给你的。比如，如果当初我能考进某所大学，就会变得幸福，可能是来自家庭和学校的灌输；如果我能进入某家公司，就会变得幸福，这也许是来自社会的灌输。实际上，过去无法改变，而纠结于如果只会产生更多的情绪垃圾。我们的头脑就像垃圾的发源地，世界是由过去的记忆构成的。我们会根据过去的记忆来形成对自己性格和能力的看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很容易产生负面的想法，就无法放下过去的自己。头脑中的疑虑将持续存在，未来也会给过去贴上标签。那么，要如何才能放下过去的自己呢？方法就在于改变对待时间的观念。通常我们认为时间是从过去流向现在，再到未来的。实际上，这只是建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的时间观基础上，这只是一种观察的方式而已。不同的观念对时间有不同的理解。在阿毗达摩佛教哲学中，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相反，时间被认为是从未来流向现在，再到过去的。也就是说，未来决定着过去，过去与你的未来无关。举个例子，比如你去买一款游戏，发售日去了第一家店，发现只剩最后一本，但被别人抢先买走了，你可能感到不爽。但是，当你去另一家店，却以80%折扣买到你想要的游戏，心情就很愉悦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虽然最初在第一家店感觉有些失望，但在第二家却因为折扣而感到幸运。也就是说，未来决定了过去的意义。如果在第一家买到了，你可能就不会在第二家遇到折扣的好事了。所以，任何现在和过去都是为了创造良好未来所必须的条件。这些原则在本书中被介绍为时间的原则，即时间是从未来流向过去，过去不影响未来，未来创造过去。只有理解了这一原则，才能摆脱同质调节的束缚，丢弃过去的自己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接下来是讲述如何丢弃恐惧这种垃圾。在这一章节中，我们将讨论如何丢弃名为恐惧的垃圾。对于那些在社会上工作的人们来说，我有一个问题：你们为什么工作？如果因为喜欢工作或者觉得有趣，那当然没问题。但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不工作就无法生存而选择工作。这种不工作就无法生存的恐惧，实际上是当代社会中一种非常大的垃圾。那么，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下不工作就无法生存这一观念。如果不工作，就没有收入，没有收入就不能支撑日常生活，付不起房租，最终可能会变得无家可归。然而，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：辞职了就不能生存，这种说法是谎言。其实，并不需要为了吃饭而工作。在现代的日本，
真的会因为不工作而无法生存吗？即使你辞去工作，即使无法获得收入，也不会立刻饿死。即使自己的事业失败了，也可以利用人际关系找其他人雇佣自己。如果还不行，最坏的情况下还可以去打工，不会饿死。为了追求期望的未来，重新出发就好了。我们要澄清的是，不工作就无法生存的恐惧是一种幻觉。有些人可能害怕失败会导致自己变得焦虑，或者不愿让家人难过等其他恐惧。这样的人可以回顾前面的内容，因为过去的意义是由未来决定的。只要确信自己的未来是更好的，过去和目前的困难都将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。即使经历了短暂的失败，当最终实现目标时，回顾那时的失败会让现在的成功显得更有价值。因此，如果能够从美好的未来的角度来看，所谓的失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那些看起来是失败的事情，从更美好的未来的角度来看，都是为了实现更好的自己而必要的经历。所以，不需要害怕失败，只需设想更美好的未来，踏出第一步。希望这些知识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